Hello，大家好，我是热爱飞行的鹦鹉皮卡。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Roblox 编程的第一课。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Roblox Studio 的界面和一些基本功能。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界面里 ，Roblox 分为上面的这些 Tab 界面，中间的是它的主要的图形界面。右边呢是 Explorer 和 Property， 这是一个基本的界面设置。当然，你可以移动每一个部分，拖到你想要的部分。但是呢，这个界面是我们一个比较 prefer 的界面。好，我们先来看一下Home 里我们有很多的按钮在这里。在这些按钮呢，第一个是 Select， 我们可以 Select 一个 Object， 比如说我们 Select 这个 Object， 看。然后 select 以后我们可以移动它，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很多 object 的话，你 select 到以后并不是很显眼，所以我们可以用 move 界面呢，可以看到它会出现这样的箭头，这样我们可以向上 move， 向下 move， 还可以向左右前后都可以 move， 在一个空间里进行移动这个 object。然后呢是 scale 按钮呢，我们可以来改变这个 object 的形状。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Rotation 呢 ，rotate 就是把这个 object 根据我们的需要，把它 rotate 到我们想要的一个形状，比如说这样的形状。然后根据我们的图形设计呢，我们可以随意的来 rotate 这个界面。好，这是几个基本的按钮，我们在操作每一个 object 的时候呢，会经常用到这些按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View， 这个 View tab 呢，底下有很多的这些功能键，你可以看到有 Output、Script Analysis、Command Bar， 还有这些很多的 debug 程序的一些按钮。这些按钮呢很有用处，在我们以后的 script 教程里呢会提到怎么样使用这些按钮。但今天呢，我们先来讲一下最基本的两个，一个是 Panel 和 Property Panel， 是我们做游戏的最重要的两个 panel。在 Explorer Panel 里呢，你可以找到游戏中所有的 object， 然后在 Property Panel 里呢，你可以修改这些 object 的属性。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 object， 我们可以在 Explorer Panel 里看到这个 object 的名字叫做 Spawn Location。然后如果你点击这个 Spawn Location 以后呢，你可以在这个 Property Panel 里看到这个 Spawn Location 的各种属性都在这里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当然我们可以手动修改这些属性的值，比如说你看 Transparent， 我们可以0，然后我们要改的大一点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object 会变得虚化起来，然后直到完全消失。1是完全的透明 transparent， 0呢是完全的没有任何的 transparent。 在 Roblox 里呢，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 object。 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 Model tab 里的 Advanced Insert Object Part， 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不同的 objects， 我们可以使用，有 Script、Decal、Texture， 有很多，对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以这个 Parts 为例，现在我们已经 insert 一个 Parts 在这个Workspace 里。然后我们可以在 Explorer 里看到这个 Workspace 下面有一个 Part。从直接视图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Part 在这里，对吧？
我们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你可以直接点这个 part， 然后摁 F， 它就可以 focus 在这个 part 上。这个方法是很有用的，因为如果你有很多 part 的话，在这个视图有很多 part， 你有可能不知道哪一个 part 才是你真正想要修改的那个 part， 所以用 F 快捷键来快速的定位这个 part 还是很有用处的。然后在这个 property 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art 有很多属性，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break color， 对吧？还有 cast shadow color， 我们可以试试改变它的 color 来，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红色，我们看到它变成了红色，对吧？我们也可以改变它的 material， 它是 plastic， 但这儿有很多其他 material， 比如说 glass， 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形状。所以在我们来做一些建筑或者做一些不同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属性还有颜色来做出我们需要的一个场景。当然它还有其他的属性，比如说 orientation， 这就跟它旋转的这个方式有关，对吧？还有它的这个 position， 就是它的位置。你看，如果我移动这个位置，它的 position 会随之而改变。然后呢，对，它还有其他的一些 transform 的属性，这些都是跟它旋转有关。比如说我如果要是旋转一下，它的 orientation 就会改变，对吧？ orientation 就会随之改变。你们看到这是它的 orientation， 看，它就会随之改变，对吧？好，我们把它放回来。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呢，是在它的这个 behavior part。behavior part 呢，你可以看到它有 anchored、achievable、can climb、can touch 这些属性呢，是一些类似于 interaction， 就是互动的属性。anchor 呢，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在这个 anchor part 呢，我们把它 anchor 住，我们 anchor 住以后呢，我们还是把它放在天上，好吧？还是放在天上，然后我们看它会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砖还是在天上，它不会掉下来，对吧？它好悬浮在天空，虽然这个不符合物理原理，对。所以 anchor 呢，其实就不会让它这个 parts 来遵循这个 environment 的物理原理，所以你可以把它悬浮在空中，然后去做一些你想要的一些特殊的设置。当然，这个每个 object 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不讲它们。然后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下script。我们为什么要用 script 呢？有人问，因为在这个 Roblox 运行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去手动改变一个 object 的 property。比如说你这个人碰一下这个 object， 你想让它变成 transparent， 比如让它消失掉，你不可能游戏运行的时候你去手动改这个 object， 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用 script 的方法来automatically 来改变这个物体的一些属性，从而让游戏继续运行下去。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在我们的这个 server script service 里加一个 script。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script hello world， 对吧？ print hello world。所以呢，我们如果想 reference 一个 part 呢，我们先要知道这个 part 的位置。这个 part 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 workspace 里，对吧？比如说我们对，所有的 global 的这些object 我们都要用 game。
game 里有 workspace， 对吧 ？workspace 里我们找到 the part， 对，这是我们的 part，OK。所以呢，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把它的 part 的一个 transparent 改成1，好吧？然后我们 print 一下。这个 script 呢是从第一行开始往下运行，所以你写在上面的部分呢，它会先运行；写在后面呢，它会后运行。来 print 一下，怎么样？这个 part will be transparent， 对，这个 part 会变成 transparent。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真正情况它是怎么样实现的呢？你看见没有？它就只有一个 part， 另外一个 part 不见了，变成 transparent 了。所以这就是 script 的作用。我们可以在这里，它因为有很多属性嘛，我们其实可以改很多东西。所以通过这种方法呢，我们就可以 automatically 把这个我们想要它做的东西加入到游戏里，所以我们整个游戏就可以正确运行了。所以在后面的章节呢，我们会 focus 在这个 script 的编写上，我们会有其他教程来教大家如何编写 script，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 object， 甚至 model， 让它们自动的运行起来，这样我们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如果有了接触或者需要见到一些什么样的场景，我们都可以用 script 来让它完成。好，今天的课程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当然别忘了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